有没有人曾经失去一切，然后重新建立起新生活吗？你们是如何走出低谷，重新站起来的？我曾经有一段有毒的婚姻，甚至充满暴力。这段关系在新冠疫情期间彻底破裂了。当时我被困在国外，身无分文，没有一技之长，自尊心更是低到谷底。我当时真的不知所措，觉得未来已经没有任何好事在等着我。刚开始最难熬的是那种强烈的想回到我曾经拥有的生活，想回到他身边的渴望。后来我才懂，这是创伤连接，在经历了长期的恐惧、虐待或贬低后，反而对伤害他们的人产生了深刻的同情、忠诚，甚至误以为那是爱。但是当时我完全搞不懂为何自己还想回去。我曾经过得非常痛苦，每天被言语霸凌，他公然出轨，还得面对肢体威胁，长期睡眠不足，没办法保住工作，维持朋友关系或培养兴趣。但是我的原始本能却一直告诉我，说我需要他，说这段关系是我仅剩的一切。后来有个非营利组织帮我重写了履历，我找到一份领最低时薪的工作，负责组装要出货的零售商品。那是很机械式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年纪做这个有点老，但至少它让我付得起饭钱和一间便宜房间的租金。之后，我完成了一项培训，让我有机会进办公室工作。一切本来还算顺利，直到我的潜意识觉得环境够安全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就像砖头一样狠狠砸过来。加上我天生就有点精神不稳定的体质，我的抗压能力直线崩坏。我丢了工作，也没钱付房租。我开始到处流浪，在那几个分手后才交到的朋友家借睡沙发。最后，我耗尽了所有资源，我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游民，找不到工作，而且人还是在国外。和前夫的关系很可能对我和家人的感情造成了永久的伤害，但他们还是说服我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我现在身上还带着伤疤，也还面临着挑战，但我的心理健康已经慢慢好转了。我有了一份让我觉得充实的工作，还有一个会特地让我感受到被爱的伴侣。我也有了能倾听并理解我的朋友。事情并不完美，也永远不可能完美，但如果我们专注于建立那些我们能掌控的，还有那些别人抢不走的东西，并学会顺应生活丢给我们的一切，那我们就能变得更好，甚至能帮助别人度过我们曾经历过的难关。没人能独自撑过去，我们人类真正拥有的，其实只有彼此。我也想谢谢你给我机会分享我的故事，虽然我不知道你具体经历了什么，但我希望一切会好转。我本来在我们当地有一份薪水非常优渥的工作，在业界和社区里也备受尊敬。后来，我卷入了一起涉及民选官员的性骚扰案，成为吹哨者之一。有2年的时间，我频频登上新闻头条，在那段期间，我根本没办法工作，甚至连家门都出不了。我一直试着要撑下去，但是我后来还是失去，也离开了那份工作，把房子以几年前一半的价格卖掉，还被迫提前领出退休金，最后几乎是一无所有。我搬离了那个地方，这对我的心灵来说反而是种解脱。我重新开始，做了一份薪水少很多但更有成就感的工作，最近刚从这份工作退休。这份工作的退休金跟我原本能拿到的相比，简直少得可怜，所以在65岁之前，我还有几年的过得比较拮据。还好，因为我以前的薪水很高，预计能领的社会安全福利金应该还够生活。我不断提醒自己，我的价值不止于工作或银行存款，而在那些黑暗日子里还支持的朋友，才是真朋友。老实说，我现在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每天让自己振作起来，继续尝试就好。在工作中找意义，享受嗜好，发挥创意，去交朋友，并珍惜现在的朋友。你会挺过去的。我在28岁破产，29岁离婚。那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余波，日子真的很难过。我失业了大约18个月，破产程序一结束，我马上回到学校，透过凤凰城大学的线上课程把学士学位修完。我之前有2年社区大学的学分，失业期间我拼命修学分，1年多一点就读完了。虽然学贷帮我付了学费和生活费，但也让我再次负债超过6万美金。后来我又去读了硕士，读完书时我总共欠了11万美金。在履历上加上已修毕学士学位24学分这行字后，我终于找到一份软体开发的工作。他们开价年薪6万3千美元，我惊讶到电话差点掉地上。2年后，我换了一份年薪8万美金的工作，再过3年，拿了一份年薪12万美金的，4年后升迁2次，年薪到了18万美金。我破产是15年前的事，而今年我的总年薪将第一次突破30万美元。
15年前，我确实有点倒霉，但我的处境几乎完全是自己从小到大一系列错误选择造成的。意识到这一点，让我的忧郁症更严重。但我挺过来了，开始做出比较正确的决定，中间也夹杂了一点好运。直到我主动采取行动去改变，生活才真的开始变好。即使在我开始改变的1年后，除了债务，我仍然看不到什么成果，但我坚持下去了。现在我有第2段婚姻，2个很棒的孩子，还有一个我做梦都没想过的职业生涯。有趣的事是，我现在有点中年危机，但我正在寻求协助，我也会度过这一关的。生活大概不会停止给我挑战，但我现在凭经验知道，我可以坚持下去。你也可以。我对你一无所知，只知道在你前方，绝对有一条通往更好生活的路，正等着你去发现。但它不会自动找到你，你得自己踏出第一步。祝你好运。关于一切归零最棒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随心所欲，用任何你想要的方式，重建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除了你自己设下的限制，没有其他限制。15年前，我是个无家可归的单亲爸妈，去打一份最低时薪的工，连给我那台破车加油都得挣扎半天，每个月靠$200的食物券养活5岁的孩子。我是个聪明、有才华的人，却失去了一切。但我拒绝让失去来定义我，我选择用如何克服这些失去来定义自己。我有机会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塑造我的未来，虽然得做出一些艰难而且不讨喜的选择，但我今天的生活是当年的我绝对无法想象的。在失去中蕴含着教训，不是关于那些物质，而是关于你自己，关于你是怎样的人，为何而生的教训。花点时间去学习这些教训。现在是充满无限机会的时刻，要心存感激。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打掉重练的机会，让它变得有意义。你行的，即使害怕也要去做。没有恐惧的地方就不需要勇气。要相信自己，相信宇宙正在为你安排一切。勇敢前进吧，陌生的网友。2022年，我工作了5年多的公司把我解雇了。我一直找不到相同薪水的工作，结果我失去了房子，被赶了出来。我们手忙脚乱找住处和可以存放家当的地方。一切都不顺利，孩子们只好先借住亲戚家。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得出一趟远门。我跟伴侣睡在车上，试着想办法。早上我们去加州家庭健身中心洗澡，还得忍受别人疑惑的眼光。他们大概在想，为何我们明明没运动却来洗澡？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夏天，然后车子也被拖吊收走了。你可以想象从那之后情况有多惨。最致命的一击是同年8月，我爸过世了。这一切真的太超过，我觉得自己快要爆炸，碎成一片片。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崩溃大哭。那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时光。细节我就不多说了，但我确实靠着一些无形的信念才撑过来。乐观是一种力量倍增器，保持积极和乐观是唯一的出路。把情况想得像世界末日，只会让事情更糟。就算你得先假装，直到真正做到，你也必须保持积极。要明白，这只是暂时的。暂时的挫折是可以克服的。拟定计划，利用所有资源让自己爬出这个洞。如果你好奇的话，后来一切都解决了。我搬到了华盛顿州，找到一份薪水比之前更高的工作。我曾经一无所有，但我重新开始了。现在我过着最好的生活。我很感激那段经历，因为我现在对无家可归有了不同的看法，人生观也变了。以前想到失去家和所有东西会让我恐慌发疯。但现在，虽然我绝不想再经历一次，但如果不得不面对，我知道我能安然度过，我能活下去。拥有这种认知是无价的。祝你好运，请让我们知道你的近况。高3那年，掌管家里财务的妈妈病得很重，接连中风加上肺炎，这让她几乎一整学年和大半个暑假都待在医院里。就在这一团乱的时候，我爸才发现他根本没在管账。我们失去了房子，我妈住院，我整晚都待在医院陪她，所以学校课业变得超级困难。我那时忧郁到不行，差点连毕业典礼都不想参加。说真的，我们当时连毕业袍和方帽都买不起，雪上加霜的是我的车也坏了。我爸和我只能收拾能带的东西，搬进他的工作场所。我的房间其实就是个车库。更糟的是，我爸没授权书，所以有好几个月，我爸和我所有的钱都动不了。我知道我们付不起大学学费了，而且我觉得我得留下来，免得我爸一时想不开做出傻事。所以我决定延后上大学，辞掉打工，开始帮我爸工作。我会说这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之一。没车，没有一份像样的工作，朋友都去了很棒的大学，还一直问我要去哪读书，
不是说这样不好，但他们都有父母准备的丰厚资金，未来看起来一片光明。很难不感叹我的人生为何差如此多。坦白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很讨厌自己，为何当初没干脆收拾行李去上大学，彻底逃离这个烂摊子。那段时间还发生了一堆其他破事，但那确实是最低点。虽然这不代表之后没有再跌下去过，人生就像山峰和山谷吗？后来在接下来的1年里，我遇到了我的挚爱，我们有了小孩，我念了线上大学，并开始拼命工作。我到现在10年后还没完全走出黑暗，但我想我已经能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了。现在回头看，那大概是我人生中最糟的一段时光，但我很感激这段经历。我变成了一个更有同情心、更真诚的人。我珍惜跟伴侣的关系，我们相互沟通，因为我很怕重蹈我父母的覆辙。我每天都努力当个比昨天更好的父母，绝对比我爸妈当年好得多。现在每当我面对黑暗时，我就告诉自己，我经历过更糟的。这只是一个体验和学习的时间，就像在雕刻自己一样。痛苦是塑造你人生观最清晰的方式之一。我的信条是，我看过有人经历过更惨的，最后却变得更好。我看过有人过得爽爽的，结果却走向毁灭。我一定会挺过去。大约13年前，一切都顺风顺水。我有个交往2年半，以为会结婚的女朋友。我晚上兼职念大学，有一份好工作，存了一大笔钱，所以不用申请学贷，而且因为一直有运动，身材很好。我觉得自己人生状态正好，所以我决定辞掉做10年的工作，当个全职学生，把学位读完。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一切开始崩溃。先是女朋友跟我分手，我才刚开学，她已经毕业离开了。我和老朋友出去玩，想重回社交圈，结果在夜店碰到某个前任，起了冲突，手被打到严重骨折，装了8英寸钢板，还有神经损伤。半年手举不起来，8个月手指动不了。我哥的狗从我家的围栏跑出去，跟别人的狗打架，伤了对方的狗。因为我哥没钱，而且是在我家发生的，所以我得去法院并赔偿损失。然后我妈来我家吃饭时忘了吹熄蜡烛，蜡烛破掉掉进洗衣篮里，差点把房子烧了。幸好我继父有一台露营车，我把它停在我家车道上，在整修房子期间就住里面。我得把所有地毯拆掉，修复烧坏的地板，把墙壁、天花板和每个角落的烟灰清干净，然后重新粉刷。这一切都是在我一只手不能动，还要全职上课的情况下做的。我失去了一切，东西不是融化就是烧光了。基本上，我把要付学费的积蓄全拿去付医药费、修房子和狗打架赔偿，最后不得不借学贷才能继续念书。这一切都发生在大约2到3个月内。那是我人生最惨的1年，我忧郁到不行。快转13年，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大学毕业，有一份好工作，交了新女友，房子也没事了，手臂功能恢复了大概85%，偶尔会神经痛，我还是持续运动，保持身材。最棒的是，现在遇到任何不顺的事，感觉都不一样了。我心里总想着没有任何事比2011年更惨了。相比之下，大多数问题都显得微不足道。我嫁给了一个后来变成虐待狂的男人，还搬到了半个地球外他的国家。当虐待变本加厉，我终于离开时，我孤零零地待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他偷光了我所有的钱，还被他断绝所有社交。我孤身一人，差点就要流落街头。我靠着做任何我能做的事撑过来。我去翻回收箱捡滑板、吉他、椅子，清干净后上网卖。这让我赚到足够的钱，租下一间简陋的单身公寓。还好那国家不像美国要看收入证明。有几个月真的很难熬，靠打零工勉强度日，好几次我觉得又要失去这小小的家了。我甚至翻邻居的垃圾桶找吃的，因为想省钱付房租。我瘦了很多，我感到恐惧和孤独，但我一天过一天的撑下来，最后终于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开始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去接受治疗，开始新的兴趣，结交新朋友，过得很开心。现在我处于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幸福的不得了。回想8年前的低谷，真是疯狂。我前夫的状况一天比一天糟，到了我必须离开的时候，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挽救婚姻。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改善我的工作，在布店工作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我跳槽去上卡车驾驶学校。我租了一个仓库，存放我能带走的东西。他几乎拿走了我所有东西，包括我的古董、盘子、厨具。那个白痴明明连饭都不会煮。他甚至偷了我的狗。我只专注于把新工作稳定下来，直到感觉一切正常。
我为买了新东西，就先放在仓库里。我睡在卡车上，卡车司机有淋浴设施可用。我一直做这份工作，直到我找到住处，并能用一份仓库工作的薪水养活自己。然后我离开了长途驾驶的工作，注册上大学，完成了学位。后来我遇到了一个能成熟处事的男人，他是卡车司机，所以我又回到路上。我们一起开了13年卡车。我们在纽约经历了911事件，我们听到大学炸弹客的小屋爆炸声，我们开遍了美国48州、加拿大和阿拉斯加。我找回了我的狗，被他拿走的东西，我都用更好的东西替代。我们现在住在我们的第3栋房子里。那13年的卡车驾驶生涯并不在计划中，但嫁给一个卡车司机，这让我们有了全职相处的婚姻生活。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我已经不再长途驾驶，现在在当地工作。我曾有个小家庭，一份不错的工作，正准备买房子。因为受伤，我开始吃止痛药。当时年轻不懂事，因为吃太多止痛药，结果有了药瘾问题。我有8年时间都在搞砸人生，重启次数数不清。我吸过海洛因，当过街友，没有朋友，没有车，没有工作，好几次我想傻事。我曾用药过量，曾被关了2年。后来，我花了5年时间专注努力，重建生活，让一切重回正轨。我把那些痛苦、羞耻、内疚和孤独转化成能量，不放弃，不退缩，为我自己和女儿建立一个更好的生活。我得转2班公车去上班，还要重建声誉、财务状况和人际关系。靠着拼命工作、耐心和决心，我变成了我需要成为的那个新人。现在我年薪12万4，有房，升了官，跟孩子关系很好。我修复了旧友谊，也交了新朋友。我必须承认自己所有的失败，所有的痛苦和羞耻，接受我无法改变过去，但我可以建设更好的未来，而我没有放弃。你也可以，兄弟，你想走多远就能走多远。把痛苦当燃料，建立好习惯和微小的目标，大目标不要超过3个，而且要能达成的。最重要的是创造自己的价值，建立人脉。你永远不知道那会带你去哪。多跟比你过得好的人相处，别跟比你差的混。如果你失败了，就把屁股抬起来继续走，从错误中学习，让每分每秒都算数。我曾拥有一家健身服装公司，在刚起步时非常成功，感觉自己站在世界顶端。有机会去参加健身博览会，在博览会上看到排队人龙排出门外，还赞助了一些顶级健身网红。当我交了一个女朋友后，我对事业失去了专注，把帮她发展事业当成首要任务，而不是专注自己的公司。在加速公司成长过程中，我做了几个糟糕的商业决定，失去了一切。我找来的合伙人基本上只是领钱薪，还用我的名义去贷款。当时我太天真，叫我签什么我就签。我当时蠢毙了，签了一份经营协议，竟然给了我们2人同等的多数所有权，结果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无法达成共识。后来我想把他踢出公司，却发现我签署的文件在法律上给了他公司50%的股份。之前他拿文件给我签时说是51%和49%，而我没看就签了。最后不得不关闭公司，我失去了一切，身无分文，银行账户里1毛钱也没有，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真的无处可去。帮我撑过来的是家人，无论顺境逆境，我的家人总是在我身边，即使有时我不想要他们的帮助。当他们之前给我建议时，我把他们推开，因为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我现在有时还是这样，但他们尽力帮我不要走上偏路。他们帮我站稳脚跟，后来运气不错，我回到资讯科技行业，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我深信处高不忘行，处低不失志。人生总有起落，你得有心理韧性撑过去。我从小就爱拼，所以疫情期间我拿资金去买卖各种产品。有一天早上醒来，我表哥的公司需要一个有资讯科技经验的人来补缺，让我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因为这些经历，我变得更接近信仰，相信有上天或我15岁时过世的爸爸在看顾我。幸运的是，我不是那种会向命运低头的人，我会想办法，因为只要努力，通常会有回报。如果有人好奇，那牌子叫 Ape Athletics， 很多人叫我把它做回来，但我想就让它留在过去吧。它曾经很棒，我还是很佩服那些在健身房努力的人。我现在每周还是练4到5次，每次被夸年轻身材好，我都感谢自己。最好的建议是，尽最大努力，不要放弃，不要总是看到事物坏的一面，找值得信赖的人帮你。我知道我很幸运有家人支持，所以我真的很感恩能成长在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我在20岁时失去了一个孩子，当时我是单身，怀孕期间我毫无支持，最后我失去了女儿。
我在怀孕期间失去了朋友，然后我也自暴自弃，丢了工作和公寓。怀孕时，我总想着，如果怀孕时出了事，我们干脆都别活了。然而我活了下来，我很痛苦，但到最后，你还是得继续活下去。我哀悼，为我的女儿，为我曾努力的未来，为失去一切之前的我。刚开始振作时，我有很深的罪恶感，觉得感到快乐，拥有一丝喜悦都是错的。但如果角色互换，如果是女儿活下来了呢？我会希望她享受人生，不要因我的离去而沉浸在悲伤中。我找到了一份工作，租了一间公寓。我学会了在独处中找到安慰。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很棒的人，我们结了婚，有了一个漂亮的孩子。我拥有一栋房子，从事梦想的工作，花很多时间陪伴家人。心里的伤口可能永远不会好全，也会有难熬的时候，但我们是人，我们总能从可怕的处境中挺过来的。我不算是完全失去一切，但非常接近。我经济拮据多年，过着月光族的生活，伴侣经常失业，做了糟糕的财务决定等等。我甚至不该说我是月光族，因为我的薪水根本不够支付所有开销。大约20年前，我被裁员，花了6个月找工作，最后得到一份薪水远低于之前职位的工作。失业加上收入大幅下降，导致我不得不使用信用卡支付账单，并耗尽了所有积蓄。我知道自己正陷入巨大的债务深渊，但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地生活。我本该在债务开始失控时就申请破产，但我总以为情况会好转，人生会逆转。我真的尽力偿还债权人我能支付的款项，我的日子充满了无数信用卡公司催收的电话。即使在我还款时，他们所做的也只是不断降低我的可用额度，即使是那些按时还款、从未逾期的信用卡公司也是如此，所以我的所有信用卡看起来都像是一直刷爆了，我的信用评分也一塌糊涂。我的冰箱几乎是空的。我的电话曾因欠费被停机几次。我记得有一次下班回家，身上只有凑出来的$1.10零钱加油。我记得当我付油钱时，店员看着我说：“那是全部了吗？”我说是。他非常友善地说：“亲爱的，别为此感到难过，你不是唯一一个，每天都有很多人处于同样的境况。”终于，就在10多年前，我申请了破产。他们允许我重新确认我的抵押贷款，所以我得以保住我的房子。他们也允许我保留我那辆非常老旧、破烂不堪、已经快不行的车。在我申请破产2天后，我又被裁员了。老实说，破产并过着没有信用卡的生活，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它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始。仅仅是压力的解脱这一点，就足以让我走上更好的道路。我也决定每天都感谢这个新的开始，并尽我所能不再重蹈覆辙。我接了几份新工作，然后之前裁掉我的老公司打电话希望我回去。他们说后悔裁掉我，自我离开后，他们的工作和生产都受到了影响，客户一直问我在哪里，因为他们真的很想念我。这时我处于一个有利位置，能够协商以大幅加薪的条件回去。我现在仍在那家公司，并已成为营运经理。我的底薪是之前的3倍，外加奖金。我非常努力才达到这个位置，并且我很自豪能帮助我工作的这家小公司转变为一家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公司。在某些方面，我仍然相当节俭。我有点工作狂，我都没有休完应得的所有假期。我仍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我唯一的债务是我的房贷，我随时可以还清，可能很快就会这样做。我不买豪车，而且倾向于一直开到维修费用太高为止。我现在是另一家企业的合伙人，并用现金支付了一辆新车。我过着相当简单的生活，这真的让我感到快乐。我并非百万富翁，但我现在生活非常舒适，晚上也能安稳入睡。这需要大量的努力、牺牲，这并不容易，但我做到了。你也可以。